观看前记得开启 CC 字幕哦。到嘉义了，然后现在要去坐免费的接驳车，要出示高铁车票就好了。这边是搭接驳车的地方，是免费的，然后会有很多计程车司机来这边拉客。大家好久不见，我是盘子。在夏天的时候，跟着大学生阿莫一起放小暑假，去一直想再访的嘉义吃吃喝喝，也顺便跟着过去的轨迹探访桃城的历史。第一站预制作蜂蜜蛋糕专门店，但目前他们的门店是暂停营业的，可以上他们的 Instagram 订购他们的蜂蜜蛋糕。目前空间改成专门提供旅人休憩的老宅民宿。这是他们的招牌蜂蜜蛋糕切片，膏体像是冻冻海绵一样蓬松湿润，底部是粗糖粒，吃起来条条的，口味很甜，但吃起来就很开心。布丁是大人风味，比较偏苦一点。可可牛乳喝起来就是可可牛乳。预制牛奶是东市场神秘的牛奶阿伯，当天现挤现送，再加上他们独特的调味。牛乳上面漂浮一层丰富的乳脂，可以用汤匙舀起来吃，也可以配上他们附的盐巴，吃起来比较有层次，不会腻口。牛乳喝起来有浓浓的奶香。个人感觉有一点坚果的香气，非常的喜欢。希望下次来嘉义的时候，可以住住看他们漂亮的老宅民宿。在预制作的对面有一间小小的选物店。你知道快意生活村是什么吗？反正木材会搬来这个地方了，然后北门火车站附近。对，进行集运。快意生活村现在是汇集文创手作餐厅的观光地，前身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营林所的职员宿舍，建筑是传统的日式风格。日治时期1912年，阿里山森林铁道完成，北门亦是林道的起点。当时阿里山盛产红块扁柏，是极为珍贵的建材。原木运到平地后，在这里初步整理跟制裁后，再从嘉义火车站运到各个城市或是港口，可以在这里一窥日治时期以林业繁荣的嘉义。我是油彩的化身陈坡。接下来嘉义市立博物馆。吹冷气，六代票25，全票50。接下来来到嘉义市立博物馆，如果想了解嘉义建成300年的人文历史，我很推荐可以来这里。参观完再去实际体验嘉义的魅力。1楼展示嘉义在木材产业、宗教信仰跟族群融合多元的传统工艺。2楼是展望侏罗，是嘉义市的历史。2楼展间深入浅出地介绍嘉义的历史，从17世纪荷据清零、日治时期到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至此，是一座讲述嘉义故事的城市博物馆。透过史料跟展览串起这座城市的过去还有现在。康熙年间，当时是诸罗的嘉义地区建了城墙，围起来的形状就像一颗桃子，所以大家叫这里桃城。所以时至今日，有很多延续桃城名称的商店。接下来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模型小火车。它每天有固定的发车时间，可以来看一下。
好，谢谢你了。接下来就到嘉义旧监狱参观。建于日治时期1922年，嘉义旧监狱是台湾少数保存完整的日治时期监狱建筑。建筑大多使用阿里山块木建造，也是全世界仅存2座的宾夕法尼亚式监狱之一。监狱房舍为放射状扇形的设计，方便集中管理，防止狱犯逃脱。中央台是监视受刑人动态的中心，只要1个人坐镇，就可以用最精简的人力掌握3亿放射状设防的动态。俗话说，举头3尺有神明。在中央台的后方阁楼上，保留了日治时期设置的京都本派本院寺玉尊的神龛，给受刑人作为尊崇与教化的作用。是收监的时候拍犯人的长相，是用拍立得拍的。是仿生剧。房舍有向上延伸的楼梯，可以通往猫道，也就是空中巡逻道，来监视设防内收容人的举动，必要时会直接倒下冷水，以制止收容人。这间特别小，衣服老一点。在这里可以一窥当时日治时期收容人的生活情况，还有生活空间。妇幼馆提供女受刑人哺育3岁以下的小孩，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照顾小孩的一些玩具或是器材。最后会再到这间接见室。我觉得嘉义旧监狱保留很多当时的状态，但也希望未来规划整体动线或是陈设方式都可以更赞。也希望这些珍贵的资产都能被保留下来。从嘉义监狱走到桃城3和火鸡肉饭。逛完整天来吃晚餐，火鸡肉饭加上香脆的油葱酥，还有腌黄萝卜，增加口感。另外一定要加点荷包蛋拌饭，更香更满足。这餐简单平凡，好吃又便宜。晚一点来吃桃城豆花，顺便躲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。这里也有卖一些餐点、甜点，还有酒，空间很舒适。他卖的豆花配料很纯粹，都是很传统的一些选项。下过雨后凉爽的晚上，出来逛夜市，顺便买一点宵夜回民宿吃。这次我们住在明月，是在夜市附近靠近文化公园的小巷子里。它是老宅民宿，很可爱，很温馨。但也因为老宅，所以隔音比较不好，但是很经济实惠。房间的床是棉豆腐的，睡得很香甜。环境就是小巧可爱。咖啡机，但是我不会用，我也不懂。这里的夜晚充满了静谧的氛围，我很喜欢。也在这里看了很多有关嘉义的书。早安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
们等下会不会突然打起来？早上来吃很多人推荐的崇文锦卤面，嘉义人都称美乃滋为白醋，他们会加在凉面里，是嘉义独特的饮食文化。崇文的凉面酱汁是美乃滋加醋加麻酱加蒜头，酱汁会扒在宽扁面条上，顺口清凉，是很适合夏天的面。锦卤面就是勾芡的海鲜面羹，调味美味单纯，白菜鲜甜，鱼羹也很好吃。接下来来拜访一直存在我清单很久的双空咖啡。它的空间很宽敞舒适。焙茶可丽露里面是甜柚子乳酪馅，它的香草绿葡萄奶油戚风蛋糕是我吃过最淡雅、最有气质的蛋糕。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个惬意的午后，看看后院的小猫咪懒洋洋的样子。玩具总会。吃饱后来参观台湾花砖博物馆。这栋房子是有80年历史的老木材行，墙上是一群人在台湾各地抢救回来的老花砖，用信念堆积而成的博物馆。里面空间不大，但墙面满满的花砖，每一片都承载了一段故事，有着不同的寓意，像是象征平安的苹果，事事如意的柿子，多子多孙的石榴跟葡萄，还有花开富贵，年年有余。下面两侧这个黄色的水果交给你们来猜3个字。先说不是菠萝蜜。佛手柑。没错，佛手柑。因为佛呢，如佛似福，就像是给你福气的这个概念，捎来福气给你，所以啊，就是也有跟谐音有关系哈。而且由这一片就可以知道哈，我们90年前的台湾人就很爱用谐音梗哈。1楼墙上的花砖是使用从欧洲传入的马约利卡砖技术，特色是立体浮雕，釉面亮泽，图案华丽。还有马赛克砖，一片片几何的砖拼贴成各种重复的几何图样。日式常用的印花砖，它是平面的，可以转印成各种图样。大家最有印象的是橘色的郁金香印花。老花砖是日治时期随着西方与日本建筑风格传入，常见于地板、墙面、窗框、屋脊上的彩色图案砖。它们图案繁复，色彩温润，是许多人对阿嬷家的记忆。花砖除了美观，也彰显主人的身份地位。每一片砖也是屋主对于家的期盼与想象。感谢花砖博物馆的团队，从即将拆除的老屋中抢救出共同的历史记忆，努力地保存台湾的老花砖与延续它们的价值。路边都有这个画架，都是陈澄波的作品。在读嘉义的书的时候，最让我有印象的就是1895年出生于日治时期嘉义的陈澄波。他是台湾近代美术史上极具代表的画家之一。1926年以一幅《嘉义街外》
入选日本帝国美术展览会。他是第一位入选帝展的台湾画家。他用厚实的笔触与鲜明的色彩描绘嘉义市街还有乡镇的风景。画作里充满对家乡跟土地的关照与浓烈的情感。他说，作为一个艺术家，必须扩大生活领域，更需宽容关怀事物。他的作品一幅幅成为用生命刻画的时代之眼。1945年，他加入中国国民党，当选嘉义市议员，从艺术跨足政治。1947年228事件爆发，嘉义市发生严重的居民冲突。嘉义的地方士绅组成228事件处理委员会，他们推派陈澄波等6人出面调停，结果被国民政府拘禁，并逼迫承认煽动暴动。3月25号，一行人被押上军车游街示众后，在火车站前广场公开枪决。有热情才有温柔，有勇气才能自由。这幅是总统府，是他少数的直立式的作品。这个公园旁边有陈澄波的228文化馆，然后管理员刚刚说已经关好几年了，所以就没办法参观。这是许世贤女士前市长的雕像，她也是为嘉义做非常多事，叫做嘉义妈祖婆。然后阿莫就是领她的什么奖学金，都拿去买召唤峡谷的 skin 了，好不好？然后那边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历史伟人的雕像。接下来到海参吃晚餐，它主要是经营日式炊饭的小餐馆，建筑很有日式怀旧氛围，座位不多，要定位或是多预留一点时间等待。我很喜欢的小菜酱烧杏鲍菇，简单的调味很开胃下饭。炊饭调味清淡，吃得出食材本身的香气，可以自己加酱油或是七味粉。上桌焖2分钟，让锅巴形成，拌在一起吃才有焦香。分量很足，吃得很饱。明太子玉子烧也很不错，软嫩的煎蛋包裹咸咸的明太子，加上一点酸美乃滋。吃饱了，去附近的选物店走走。小猎犬商号陈设跟氛围都很有自己的风格跟独到的眼光。选品从空间香氛、珠宝饰品、卡片、海报等等，作品大多是出自台湾艺术家或是职人的手，逛了心情愉悦。老板娘也很细心的介绍与包装，但去的这天刚好他们2楼在整修，期待之后全新的选品还有新的空间规划。这栋是火车站旁边的秋书室，然后它是那种书店，然后是从晚上8点营到2点，但它开店比较不定时，所以要私讯 IG。期待下次有缘可以进去一探究竟哦。傍晚在逛小子的时候，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，幸好老板娘好心收留了我们，清出了一张沙发让我们等雨停，真的很感谢。
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早安，今天起了一个大早去吃早点，好可爱哦！南门包氏炭烧杏仁茶是在街边的角落，扛了一桶杏仁茶，摆了几张塑胶椅，就迎接起了早起的客人。杏仁茶有很香的炭烧味，热乎乎的，喝起来很温润。油条酥脆的口感，沾着杏仁茶吃，湿润带点香气，不是惊艳的味道，就是一种传承3代怀念的古早味。简单的油条配杏仁茶，在地人跟老板话家常，一杯杏仁茶的时间就是这么纯粹。接着前往嘉义发展最早的地方东市场周边。红毛井是17世纪荷兰人开凿，约有300多年的历史。荷治时期，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驻人员增多，为了日益增加的用水需求与改善水质而开凿的。在此之后，官署、城隍庙、市场跟民众都聚集在井的周边生活，是嘉义市留存最久的古迹。这里也就是嘉义城的起点。东市场就像是嘉义人的大厨房，提供在地人生活必需品，蔬果、鱼肉、结婚嫁娶礼品，到祭祀神明的糕点用具，在东市场一应俱全。阿富王丝肉卷，一大早就大排长龙，还每人限购2条，就知道有多夯了。现包现炸，它是用猪的父王膜外皮把它炸得金黄酥脆。这个阿姨很可爱，她请我们代购，因为我们只要买1条而已。内馅柔软，也还有碧琪脆脆的口感，但是我跟阿莫真的吃不太懂，吃起来很油腻，很像国小午餐会出现的龙凤腿。接下来也是东市场很有名的王家祖传本产牛杂汤，牛骨熬的乳白色汤头香气十足，汤头清甜而不清淡，喝起来顺口不油腻。牛杂部位丰富有口感，牛肚、牛肠、牛肉都处理得很干净，没有腥味，该嫩的嫩，该 Q 的 Q， 该脆的脆，还可以续汤。虽然市场环境跟气味一言难尽，但这碗汤真的惊艳到我们，很值得来一试。嘉义东市场建筑建于日治时期，经历过地震、火灾与战乱，现在只有肉铺的挑高块木构造建筑保留日治时期的样式。木山咖啡最初是专售刨除柴薪的店铺，空间小而美，座位不多，适合2、3朋友来喝喝咖啡、吃松饼。它的松饼层次很多，奶香很重，很好吃。其他品相也还不错。好胖的。我想说，我突然间一定要雷打我了。因为现在是中元节前后，所以有搭这个棚子。东区的最后来到城隍庙，建于清代的300年古庙。
城隍爷最初是守护城池的守护神，到了近代则是掌管世间善恶的神祇。跟匾额一样大的大算盘是城隍爷的神器，是用来计算人在世间的功过善恶。一进门可以看到交趾陶对场座，龙边右边的陈砖有色彩温润柔和，虎边左边则是凌天木，釉色亮丽，以狸猫换太子、古城会等主题细腻刻画神韵表情。最终是凌天木获胜，并留下了台湾图样的落款。由庙门走入拜殿，往上看是八卦藻井，是西底派大师王景木的作品，用准卯结合而成。在180人物雕塑中有弥勒佛、武将等等，其中还藏了赤裸半身的女性，还有身穿西装抽雪茄的绅士，是台湾少见的中西融合宗教意象的工艺巨作。日治时期，信徒们为了保护城隍庙不被皇民化政策拆除，于是就在正殿两旁的墙上放上了日式和歌的匾额。原本是台湾民间信仰的空间，却悬挂着象征日本大和精神的诗句。这种文化交错本身就是嘉义历史的缩影，城隍庙也因而留下了独特的东洋色彩。拜殿两旁神桌下，虎爷的后方有描绘富士山还有新高山的彩词，分别代表日本与台湾精神，一样是在保存宗教信仰跟日本政府皇民化统治之间的努力。新高山即是玉山，因为它的高度超过富士山，所以被称为新高山。清领时期，乾隆年间发生规模最大的民变林爽文事件，在官逼民反的背景下，林爽文迅速攻下中南部地区，但诸罗城内的百姓与清军死守数个月。平乱之后，乾隆皇帝为加冕诸罗百姓忠义，因而将诸罗改名为嘉义。嘉义市立美术馆是日治时期的旧烟酒公卖局。日治时期嘉义有画都之称。1938年，台湾总督府美术展览会简称府展举行。嘉义出生的画家比例极高，当时台湾日日新报以嘉义乃画都，入选者占20%为题报道。嘉义孕育出多位重要的画家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陈澄波，还有林玉山、李梅树等等嘉义美术的推手与多位日治时期的西画家。嘉义市立美术馆增建的部分大量采用玻璃帷幕与实木的结构，透过古迹活化，打造成一个小而巧的美术馆。嘉义有着各个时代的历史痕迹，是一个充满人文与温暖的地方。从和治到清领，日治到中华民国接收台湾，历史有它残酷而现实的一面，但也有它真挚而温暖的地方。嘉义火车站前广场现在有名为“自由之钟”的纪念碑，在1947年228事件中，这里被当成刑场，陈澄波等人就是在此遭到枪决的。剪片时间是指228纪念日。自由与民主是前人给我们最珍贵的情书，他们用生命书写，用血泪告白，期许我们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，更广阔的视野。台湾不会因为太小而不配拥有民主，不会因为被国际孤立而不配拥有自由。我们那小小多山的国家，
不会啊。